美国军舰一而再地闯入中国的西沙领海，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根据美国第7舰队发布的消息，罗纳德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目前正在南海作业。大约在同一时间，美国的本福特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，非法闯入中国的西沙领海。据美军的说法，美国航母编队战斗群将开展海上安全行动，包括空中和水面部队之间的协调战术训练。第70特遣部队第5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海军少将迈克尔·唐纳利声称，我们的打击群一直致力于保持能力和战斗准备。我们在南海行动期间将继续专注，以展示我们对该地区的承诺。针对美军挑衅性的言论和行动，我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说，美军的本福特号此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，严重破坏了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，是美国大搞航行霸权、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个铁证。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、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。据路透社消息，遭到中国海军驱离的美军本福特号声称自己受了委屈，辩称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行使航行权利和自由，并说这符合国际法，反而指责中国对本福特号此次任务的说法不实，是对美国海军合法行动的错误指控。美国海军还叫嚣捍卫国际法允许范围内每个国家的飞行、航行和运作权利，强调中国的任何说法都阻挡不了我们。其实本福特号这次玩的套路在今年1月份就玩过一次，也是遭到了解放军军舰的驱离。美军也是通过其官网回应这次行动什么符合国际法。对于美国军舰被驱离西沙领海的事儿，许多网友一片喊打喊杀的声音，认为应该直接将美舰击沉。其实中美海军在南海的较量既有军事层面的意义，最关键的是双方对国际法理解的不同而展开的较量，也可以说这是一场舆论战。中国方面从来不说美舰闯入南海岛礁的领海，这是因为人工岛礁本身按国际法的规定是没有12海里的领海的，所以中方往往会说美军严重影响我方岛礁的安全，是一种挑衅行动。这是从美方意图的角度来解释其挑衅性活动，非常巧妙。当然，如果美国军舰靠近了我们岛礁，那就是侵犯了我们的主权，那么其后果将非常严重，我们必然会采取反击的行动，因为你侵犯了我的主权。而西沙的问题可能要复杂一些，主要因为国际法对领海基线的划分方式不同。比如，美国认为中国的2个相距较远的岛屿之间的海域就是公海，因此呢，美国拥有所谓的自由通行权。但是中国按照国际法和历史因素，完全有权利将2个岛屿之间全部划为内水。再比如，中国划定的领海基线的依据可能是2个岛礁，而不是岛屿。美国方面认为呢，岛礁不应该作为划定领海基线的依据。另外，中国领海范围在岛屿之间采取的是直线连接的基线法，而美方呢不同意。早在1958年9月4日，中国就公布了中国领海的划定，采用直基线法。在基线以内的水域，如果采用各岛屿之间直线连接的基线法划定领海，领海的范围会比按照沿岸低潮线法的面积大得多。而外国军舰通过必须先得到领海国家的许可。在世界范围内，很多地方如果按照美国所声称的沿岸低潮线法的划定，应该属于公海。美国挑衅中国西沙的领海主张，其实从本质上看就是挑战中国的直线基线法。以直线基线法划定领海是合理合法的，各国都在采取对本国有利的方式来划定领海。国际海洋法公约也允许领海国家
以直线基线法来划定领海，所以美国海军对中国西沙的挑衅还会继续，而中国海军也将继续将其驱离。国际海洋法公约允许中国按照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划定领海。如果美国不认可，那我们以后就多驱离它几次。但是，一旦双方发生擦枪走火事件，那可就不好玩了。美国人，你要好好掂量掂量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